前天临时做了个印度机器狗的视频，感觉没有讲到位啊，而且还犯了个错误，就是把那个35亿的卢比预算说成了350亿。不过我这是提前替他们预支了明年的春秋指标啊。那今天呢，又仔细了解了一下啊，发现这个峰会搞笑的事儿还真多。所以今天啊，咱把这个事儿好好聊聊。咱们先说峰会第一天啊，好家伙，近7万人乌泱泱的涌向会场，那个场面啊，跟那个赶集抢鸡蛋似的。那既然是全球 AI 峰会，那必须得整点高科技狠活啊。于是呢，这个印度主办方啊，骄傲地推出了他们引以为傲的人脸识别入场系统，听起来挺唬人的，对吧？结果呢，这个破系统啊，差点没把参会的老外给当场送走。德国柏林日报的记者啊，都在这个报道里哭诉了呀，说这个现场啊极度混乱。你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啊，一个穿着西装、热得满头大汗的德国高管，站在所谓的高科技摄像头前，那个摄像头吧，就像是得了白内障的老大爷，看了他一遍又一遍，就是认不出来啊。系统识别中，识别失败，请重试。就这么一折腾啊，你猜怎么着？有时候一个人需要被这个破玩意儿啊识别整整45分钟才能进场。45分钟啊，各位，咱们平时坐这个高铁过这个机场，人脸识别哪怕是卡顿个3秒钟啊，那后面排队的大哥都要开始骂街了。在这个印度，你得像个木桩子一样啊，站个45分钟，哪怕是那个最顺利的欧皇，最快也得4分钟才能进去。这还不算完啊。那国际参展商不是有这个专门的2维码通道吗？结果扫码枪直接罢工了呀！成百上千这个科技精英背着这个重重的设备，在这个烈日下排了3个小时的队。最后没办法呀，高科技不顶用啊，只能上印度的传统技能，人工核实，拿着放大镜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对名单。这印度本土的一个科技公司的老板都快哭了，跟这个记者吐槽说，老子清晨7点就来排队了，硬生生排到上午10点。这叫啥？这就叫用最前沿的噱头干最原始的苦力。那好不容易挤进去了以为能喝口冰水压压惊，天真太天真了。参会者们进去一抹嘴，发现坏了，没饭吃，连口水都没得喝。那这其实吧，也不能全怪主办方，主要是印度人吃一堑长一智了。大家还记得那个去年2月莫迪老仙儿亲自出席的那个什么帕博尔论坛吗？就是那次茶歇期间现场的3哥3嫂们犹如蝗虫过境为了抢点心、抢咖啡、抢水果，最后连那个装菜的盘子和矿泉水瓶都给抢空了，场面那叫一个惨烈。今年这个主办方学精了我不发了，你们自己买去吧。于是呢，一群平时出入这个硅谷高级餐厅的 AI 大佬们，只能苦哈哈的去这个会场角落里找那种临时搭的小卖部买这个饼干充饥。但是这可是科技峰会你买东西总得用这个手机支付吧？嘿，现实又给他们一个大逼兜这个会场的 WiFi 烂得像被狗啃过一样，根本就连不上各种支付 app 全线崩塌绝望的老外们举着这个手机找信号。最后小卖部的老板拿出个破纸盒子，先生只收现金。在一个号称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未来的最高级别峰会上，几万名科技精英因为这个网络瘫痪，只能掏出皱巴巴的卢比纸币去买这个高价水。这个画面太赛博朋克了，简直就是对高科技这3个字的公开处刑被这个外国展商铺天盖地的投诉骂娘之后呢，印度的信息技术部长瓦西诺实在是顶不住了2月18号，他只能灰溜溜的跑出来公开道歉了。但是他是怎么说的他死鸭子嘴硬说主要是这7万人太热情了，把这个门槛给挤破了。他还拍着胸脯保证接下来的流程一定会变得令人愉快。令人愉快，他说的愉快大概是指让大家体验一把全员防盗的刺激游戏。那就在这个部长刚吹完牛皮没多久，会场里就爆出一个更大的惊天丑闻，有人偷东西。来自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一家 AI 初始公司老板亚达夫，眼泪汪汪跟这个警察报警事情呢是这样子的就是中午呢，大家准备轮流去吃饭，结果会场的安保人员凶神恶煞冲过来把所有人都轰出去了。
理由呢很冠冕堂皇，下午摸底老仙儿要来视察，现在必须清场，进行全方位的最高级别安检。展商们问那我们的这个电脑设备怎么办啊？这保安拍着胸脯说，放心，这是 VIP 最高级别的安保区，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东西放在原位，绝对安全。那等这个展商们被赶走后，这个保安咔嚓一声把所有入口的大门都给死死封住了。结果等到下午解禁，这展商们兴冲冲回来一看，好家伙，展位被洗劫了！亚达夫他们家最核心的 AI 穿戴设备直接不翼而飞了。还有那个隔壁摊位更惨有的丢这个高配笔记本电脑的，有的丢那个昂贵的单反相机的。亚达夫气的是当场报警这德里警方现在已经介入调查了。但是咱们用这个脚趾头想想都知道场也清了，人也赶走了，门也锁了，钥匙呢在这个保安手里，这个东西到底是谁偷的？难道是这个什么湿婆大神下凡显灵，把这个 AI 设备带回天上研究去了？这真是把这个坚守之道玩出了新高度丢人都丢到太平洋去了。如果你觉得上面这些已经够离谱了，那接下来这个大关才是真正能让你把大腿拍青的年度爆笑神剧。为了展现这个印度在 AI 领域的硬核实力，连这个 BBC 都实在看不下去了不打算替阿三兜底了，直接把底裤给扒了。在这个展会现场最核心的位置，印度北方邦的一所重点大学隆重推出一款震惊四座的4足 AI 机器狗，当时那个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该校的一名女教授名叫什么尼哈辛格，满面红光呢，站在印度国家电视台的镜头前，随着那只机器狗在这个台上慢跑、转身、蹲坐，甚至呢还来了个极具科技感的起跳。这辛格教授呢，用最极其骄傲，甚至带着颤抖的声音向全印度、全世界宣布：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需要认识一下 Oren， 这是由我们加尔各地亚斯大学 AI 卓越中心完全自主研发的最新人工智能产品。哇塞，当时印度网民的民族自豪感直接爆棚了印度高校居然研发出了世界顶级的机器狗大振人心，印度 AI 崛起了。印度信息技术部长瓦西诺那激动是手直哆嗦赶紧把这段视频发到推特上，底下的官员们列队转发全印度都在狂欢但是在场的有些中国嘉宾和稍微懂点行的科技大佬，看着台上那条活蹦乱跳的机器狗，越看越觉得眼熟这优美的线条，这熟悉的关节，这滴溜溜转的传感器。等一下，这不就是中国宇树科技生产那个勾二机器狗吗？那中国网友们看到视频后直接笑喷了分分钟开启了打假模式连底裤都给扒得明明白白。产地中国浙江杭州，这台批次呢估计是2025年10月出厂的，全球早都交付超过 1.2 万台了，根本不是啥最新研发。最搞笑的是网友们顺藤摸瓜去这个宇树的科技官网一查全球客户地图，赫然发现印度有8所高校买过这玩意儿，加尔各地亚斯大学的名字赫然在列。而且各位，你们知道这只被印度当成国宝、自主研发之光的机器狗在国内某宝上卖多少钱吗？才2万人民币左右。在咱们国内这就是一个大一点的消费级玩具，在这个宇硕产品线里根本就算不上最顶尖的技术。那结果呢被这个阿三买回去贴了个胶布改了个名字叫什么猎户座，就敢拿上国际峰会当本国最高科技成果去忽悠全世界。打肿脸充胖子也没有这个冲法吧？你以为这个机器狗改名换姓就是印度的底线了？不，好奇的记者们呢冲向这个加尔各地亚斯大学的展台，结果又发现了一个能把人消除内伤的稀世珍宝。在这个自主研发的牌子下面赫然摆着一架所谓的印度自主研发先进无人机。走近一看，好家伙，这哪里是无人机这分明是从这个废品收购站捡回来的工艺品它的机身呢是用那种买电器送的那个什么白色泡沫板切出来的，它的外壳就是那种包烤地瓜用的锡纸，连接处是用那个透明胶带和那个热熔胶硬生生糊上去的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它的核心动力系统。该校的科研人员之前还痛破横飞的吹这个动力有多牛逼，结果内行凑近一看，
这不就是一个改装过的手机充电器吗？还是带插头的那种。当这个记者们强忍着笑意问他们能不能现场飞一下时，那这帮科研人员脸不红心不跳的说：哎呀，我们已经完成了多次极限飞行测试了，只是今天这个场馆里是室内的环境，不太方便展示它狂暴的性能。哎呦喂，这玩意儿别说飞了你就是扔给这个浙江沿海的小学生去参加这个课外航母比赛，小学生都会嫌得丢人好吗？敲这种作业绝对会被老师痛骂，被同学嘲笑一辈子的。但是在神奇的印度，它居然堂而皇之的摆在了全球 AI 峰会展台上。那这个丑闻呢是越闹越大，印度信息技术部的老李算是彻底丢尽了，赶紧下令把这家大学的展台给封了。那咱们细细扒一下这个账本这个事吧就不是好笑，而是恐怖了。这所大学呢是这个印度重点扶持的 AI 卓越中心，是拿了国家35亿卢比。那这次参展呢，听说现场还有个冤大头当场承诺说要再给他们投个3.5亿卢比。那咱们算算账买一台中国的机器狗，就算他们吃点回扣，顶天了花个20万卢比。做那个什么纸糊的破烂无人机，买点泡沫板、热熔胶和这个二手充电器，就算他1000卢比撑死了，那剩下的34亿多的卢比呢？是被狗吃了，还是化作了恒河水，还是进了这帮辛格专员的私人海外账户了？懂了吧，兄弟们？这种事儿以后在印度绝对还会继续发生，因为这就叫国难财骗经费。那最后所有的黑锅呢？肯定全是扣在那个什么在台上吹牛的女教授头上，把他一开除，背后的大佬们拿着几十亿的卢比继续吃香的喝辣的。要怪呢，就怪这个教授演技太差，断了老爷们的财路。哼哼。那看了这出大戏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莫迪老校就算花大价钱请再多的国际 AI 大佬去站台，又能改变什么呢？在这场残酷的全球 AI 竞赛里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是你现在的技术起步晚、底子薄，而是你这个国家的核心利益集团为了骗取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疯狂的自欺欺人、掩耳盗铃。不管这个世界上流行什么概念，芯片、半导体、新能源，还是现在什么人工智能，印度呢总喜欢跟风折腾，野心是比天还大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总喜欢干一些哗众取宠、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这最后的结果呢，次次都是把这个底裤输得精光，自取其辱不过话又说回来咱们也得讲点理。这次这个印度 AI 峰会还是有唯一值得肯定的地方的。大家呢只是排队排到崩溃，饿了几天肚子，丢了点电脑而已，又没有爆发那个集体喝生水导致的什么严重腹泻啦，又没有发生严重的踩踏事件了，不要太苛刻了，好不好？那至于印度 AI 所谓的光辉未来，我劝莫迪老乡还是先回家把这村里的电线给接好，把这个停电问题解决，把这烂到掉渣的网络信号修补一下，再出来吹牛逼吧。如果不解决这些地基问题，他们所谓的高科技永远都会像这场 AI 峰会一样，充斥着无尽的混乱、拙劣的虚假、明目张胆的偷窃，以及高层肆无忌惮的分赃。那最后呢，感谢三个为了伤害自己的声誉，不惜牺牲一切来成就我们，花着你们纳税人的巨款，用这种最轰动、最丢人、最滑稽的方式帮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语数科技在这个全球各大国际媒体的头版头条上狠狠地打了一波免费的最硬核的国际大广告。好啦，今天这个事儿就聊到这儿了。总算把这个印度峰会给讲完了。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